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凯谭松韵也就步了湖南台你比星光美丽，爆是爆了，但观众差评一片。徐凯和谭松韵联手演绎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终于和大家碰面啦！这部剧可真是让人期待已久，他们俩的演技碰撞，绝对让人眼前一亮。现在影视剧市场里，古装剧满天飞，但这部现代偶像剧真的给7月的市场带来了新气象，像一股清流。这部剧还没开播呢，徐凯和谭松韵的婚纱照路透就已经火了一把，拉拢了不少观众的心。大家看到他们的婚纱照，都纷纷表示期待不已。不过，节目一开播，大家连着看了4集后，可以说多数人都挺失望的。《承欢记》里那些老套的角色设定和平淡无奇的剧情，让观众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，结果却是大家纷纷选择不再继续追剧。来，咱们一块儿瞅瞅这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里头到底藏了哪些让人吐槽的剧情点。剧情狗血，套路陈旧。新剧一上线，女主纪星立马就跟大家透露了个小秘密，说她跟男朋友的感情现在特稳定。大家纷纷调侃说，徐凯这次又撞上了等别人分手的戏码，这简直就是他的老套路了吗？来了，咱们的主角就是由徐凯饰演的韩婷，她终于闪亮登场啦。韩婷刚回国不久，就遇到了麻烦，但她真是个狠角色，一下子就抓到了要害。她手里握有关键董事的把柄，就这样轻松化解了堂姐给她的下马威。韩婷接着就来了一连串霸道总裁式的话，要是我那堂姐能识相点，不再死磕东洋医疗这事儿。徐凯确实长得帅，可观众们心里都挺纳闷，他堂姐这些年又操心又劳累的，怎么男主角一回来他就说要放手呢？难道就因为他是主角，自带光环吗？说到男女主角的碰面，那情节可真是俗气到不行，就像老掉牙的电视剧桥段。都2024年了，大家怎么还老拿自行车碰豪车的老梗开玩笑啊？简直让人瞬间想到楚雨前那事儿了。你比星光美丽这部剧吧，还算有点新鲜的点子，没让女主角直接撞上男主角的豪车那么狗血。他是怎么安排的呢？就是让女主角不小心撞了送外卖的小电动车，然后才导致的撞车事故。这种剧情虽然有点老生常谈，但确实能让女主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显现出来。只不过外卖小哥被无辜卷进来，确实有点冤枉。剧情里虽然套路满满，但女主那份责任心还是挺抢眼的，只是外卖小哥无辜受牵连，让人挺不忍心的。画面一转，到了公司那儿，咱们这部剧里那个坏心眼的女2号就闪亮现身啦。莫兰一离开知否，那精致的妆容打扮，颜值就像是坐滑梯一样掉了好几级。瞧瞧这张脸，肿得跟发了面似的，感觉真有点撑不起那个恶毒却又美艳动人的女2号形象了。瞧瞧她那盯着男主的眼神，眼珠子就跟常在男主身上似的，怎么挪都挪不开，简直就像是把男主当成了自个儿的东西。这恶毒女2的标签，她是摘不掉了。这部剧里的女2号跟其他那些女配角真是一样的套路，她一直暗暗地守在男主身边好多年了。她工作做得好，长得也漂亮，可奇怪的是，男主就是对她不来电。女主角亲自盖章说她是长得美，钱包股，还有自家企业，可她却偏偏对男主情有独钟，死缠烂打不放。要是事情就这么简单，那这个女2号简直就是那种爱得深沉却求而不得的可怜角色。不过呢，编剧在后面的故事里给女2号设计了些桥段，就是让她故意找女主的茬儿，结果女主就被大家排挤，最后不得不离开了公司。女主开始自己创业后，
女二号就没少给他使绊子，事业上一直打压他，最后还惹得男主出面警告了他。这种剧情简直就是古早言情剧的老套路了，女主柔柔弱弱，男主霸道无比，女二则是个狠角色，坏得让人咬牙。后来的故事就是男女主角老是碰面，男主还一次次的把女主从麻烦里拉出来。女主的报告被同事给偷了，男主一眼就瞧了出来，立马站出来帮女主讨回了公道。后来在聚会上，老总硬拉着女主去应酬，女主感觉有点被占了便宜。这时候男主挺身而出，直接让女主走人，不容置疑。接下来故事主要围绕男主角的默默喜欢之情展开。大学那会儿，我们本是搭档，打算一起向心仪的女生表白，可没想到突然接到通知的立马去国外留学。我给他发的告白短信看起来也像石沉大海，没得到任何回应。就算10年没见面，韩婷还是偷偷给公司取了个名叫星月。不管是说季星让人开心，还是说心里喜欢季星，都让观众们甜得不行。看来陷入爱情就是男主最好的魅力加分项。女主碰到被骚扰摸屁股的事儿，她立马就报了警。可问题出在那地方正好是个死角，看不清，所以一下子很难说清楚那个坏蛋到底是怎么动手的。这时候多亏男主出手相助，他让助理时刻盯着事情进展，还在重要时刻巧妙地摆了那个大猪蹄子一道，这才让女主顺利洗清了冤屈。大家对这段剧情挺有意见的，觉得女主的裙子上本该留下指纹，这样她就能自己把整件事情说清楚了。结果就是为了刻画男主角，编剧又让女主角沦为了展现男主角深情与智慧的道具。这做法真是让人无奈，女主角又一次被用来衬托男主角的种种优点。但话说回来，谭松韵在这段表演里演技还真挺在线的。当季星意识到可能求不来公正时，眼眶里已经泛起了泪光，眼尾红红的，把他的憋屈都暴露无遗。有了男主角的支持和庇护后，感觉有人给自己撑腰了，心里的委屈就再也藏不住了。谭松韵把那种情绪的转变演得特别真实，眼睛里含着泪光，看着就让人心生怜悯，特别惹人心疼。到了第3集，季星和韩婷终于碰面，认出了对方。他们回想起大学时的点点滴滴，确认了以前的记忆没错。大家看到他们相认，都高兴得不得了，感觉这下子终于能期待后面他们的感情发展了，真是让人兴奋啊！但是吧，男女主角那不太细腻的感情发展，其实也反映出编剧那有点问题，人物塑造失败。你比星光美丽这剧才放了几集，不过已经能感觉到编剧在改编故事和刻画人物上做得不太行了。在小说里，季星在创业路上碰见了韩婷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慢慢建立起来的，就像是从零开始一样。可能是编剧的水平有限，写不出两人感情慢慢升温的情节来。在电视剧里，他们被设定为大学时的老同学了。在大学时光里相处久了，韩婷对季星的各种特别关照就显得理所当然了。这样一来，编剧也省去了费尽心思琢磨他们怎么走到一起的麻烦，真的是轻松了不少。不过，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，大家都没瞧出来，女主在大学那会儿到底哪吸引了男主，结果男主就那么喜欢上了她。这事儿吧，可以说是换了个角度提问，可本质上那问题还是摆在那儿的。感情线要是没塑造好，那就算了，毕竟男女主角颜值在线，男的帅女的美，还能靠那氛围感给补救一下。不过剧里其他角色的刻画，那真的是老一套，没啥新意。剧里一开始就说女主有个男朋友，所以大伙儿一直盼着他俩啥时候能分手。大家心里都嘀咕着，这男朋友啥时候能退出舞台，给观众个惊喜吗？
从开头起，观众的眼睛就盯着这对情侣，心里头总想着分手的那一刻。等这个男朋友一露面，观众们都觉得他长相还行，就是头顶有点秃，头发显得稀稀疏疏的。这么一看，确实感觉不太年轻了。说到女主的男朋友，故事里对她的情节也做了些老套的改动。在书里，女主和她的男朋友之所以最后分开了，是因为纪星要创业，他们两个人的路子和追求不太一样，就商量好和平分手了。剧版里头，除了说男朋友不支持创业那点事儿，还加了点疑似他外面有人的情节。拿男二号出轨这事儿来凸显男主的光辉形象，那编剧可真是走了下策，显得挺失败的。要是想通过男二号乱搞来把男主衬托得更高大上，这手法也太不高明了。按现在的剧情来说，女主的男朋友因为异地恋没法常在她身边，但他一直都很努力的在女生的生活里陪伴着她，这绝对算是个非常靠谱、尽心的男朋友人选。所以大伙对这改编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想咋就把好聚好散的事儿整得这么狗血，连人物形象都跟着掉价了呢？你比星光美丽这剧刚播没多久，可它的好坏已经挺清楚了。先说说好的地方吧，那是一目了然。再说说不那么理想的部分，也挺直观的。采访中透露，这部剧里吻戏特别多，有好几千场呢，真是让人等得着急，超级期待啊！暑假里有一部超甜的小剧，感觉整个夏天都被甜蜜包围了。不过它的问题也挺直观的，算是偶像剧里常见的毛病了。对于事业方面的刻画太简略了，感觉就像是专门为了给感情线让路而凑数的。还好徐凯和谭松韵这对天生搭档的默契，能稍微挽回点局面。你会不会去瞅瞅那部超甜的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呀？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吧。